我想先请你看一个画面，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漠，黄沙一直延伸到天的尽头，天空大得让人喘不过气。在这片荒原的正中央，有一个小小的、孤单的身影，一个和尚，背着一个高高的竹篓，里面装着经卷和遮阳的伞，正一步一步，独自走向那片看不到边的沙海。没有同伴，没有商队，没有人烟。前方是什么？他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去，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件事，他要往西走，去一个叫天竺的地方，去取一部经。你可能想不到，这一走就是整整17年。他穿过上百个国家，越过几千公里的沙漠和雪山，好几次差点死在路上。等他再回到出发的地方，已经过了大半辈子。这个和尚的名字叫玄奘。对，就是《西游记》里那个唐三藏的原型。只不过，真实的他身边没有会72变的孙悟空，没有猪八戒，没有沙僧，更没有白龙马随时待命。真实的玄奘，从头到尾几乎都是一个人。今天20分钟，我带你跟着他重走一遍这条1400年前人类历史上最孤独也最了不起的一趟旅程。我们之所以能这么清楚地知道玄奘走过哪里，看过什么，全靠一本书《大唐西域记》。这本书是玄奘回到大唐之后，由他口述，弟子辩机执笔，在西元646年写成的。它不是神话，而是一部极其严谨的见闻实录。每到一地，玄奘都游见之处，必就方言。凡是轻脚走到的地方，连当地的语言都要弄个彻底明白。再把那100多个国家的地理、气候、物产、风俗、宗教一个一个记下来。他记得有多准？书里写，玄奘亲见者110国，传闻者28国，亲自踏足走过的有110个国家，只是听说，没有亲去的也记下了28个。1000多年后，考古学家就是拿着这本书当地图，在印度，在中亚，把早已埋进黄沙的古城和佛寺一座座挖了出来。那玄奘为什么非走这一趟不可？因为他心里有个过不去的坎。玄奘是当时大唐公认最有学问的高僧之一，可他越研究佛经，越发现流传到中国的佛经因为辗转翻译，版本混乱，矛盾百出，很多根本的道理各说各话，谁也说不清哪个才对。玄奘想，与其在这里争来争去，不如亲自到佛法的源头天竺，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去把最原始、最正确的经典取回来。但这念头在当时几乎是痴人说梦。那时大唐刚立国，边境不稳，朝廷严禁百姓私自出关，玄奘几次上书请求西行全被驳回。换成别人到这里也就放弃了，可玄奘没有。西元629年，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偷渡出关。没有通行证，没有护卫，他混在难民和商旅里，瞒着朝廷，独自一人溜出大唐边境，朝着那片谁也不知尽头在哪的西方走了出去。一场长达17年的孤征就此开始。好，现在请你跟着玄奘，从这趟旅程的起点长安出发。长安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朱雀大街上车水马龙，是无数人向往的天堂。可在一个天还没有亮的清晨，玄奘却背对着这座温暖的城，独自一人，朝着相反的方向，朝着荒凉的西方，悄悄走出了城门。身后是熟悉的家国，安稳的前程，身前是茫茫不可至的万里黄沙。他没有回头，一路向西，越走越荒凉，人烟越来越稀少，绿色越来越淡，最后他来到了大唐帝国真正的边缘，玉门关。出了这道关，就再也不是大唐的土地了。玉门关外是一片片夯土筑成的烽火台，孤零零地立在风沙里，再往外就是死亡之海一样的大戈壁。在那个年代，玉门关就是文明和位置的分界线，关内是有法度、有人烟的家国，关外是随时可能要人命的荒原。更麻烦的是，因为玄奘是偷渡，他根本不能光明正大的走大路过关卡。
沿途的烽火台都有士兵驻守，严查行人，一旦被抓到，轻则遣返，重则治罪。所以玄奘只能像个逃犯一样，昼伏夜出，避开岗哨，靠着一个还俗的胡人向导，趁着夜色偷偷摸到关外。可就连这个向导走到半路也害怕了，退缩了，把他一个人留在了茫茫戈壁上。从这一刻起，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前方就是那片传说中走进去就出不来的漠河盐气。玄奘要独自穿过的这片大漠叫漠河盐气。记下他这段经历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描述他：漠河盐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这片沙海长800多里，古时候就叫它沙河。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上没有一头走兽，更别说一滴水、一根草。放眼望去，只有死寂的黄沙和烧了人发晕的烈日。走进这片绝境没有多久，最可怕的事就发生了。玄奘喝水的时候一个失手，整个水囊翻倒，救命的水泉泼进了干渴的沙地。在800里滴水皆无的沙漠正中央打翻全部的水，这几乎等于宣判了死刑。玄奘一度动摇，想掉头回刚经过的烽火台取水，可走了10几里，他猛然停下。他想起出发时历过的事，若不知天竺，终不东归一步；到不了天竺，绝不向东退一步。想到这里，他在心里立下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我宁可向西，死在求法的路上，也绝不掉头向东，苟且偷生的活着。说完，他毅然调转马头，重新走进那片死亡之海。接下来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煎熬。传记记载，他4夜5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全然，即将晕厥，整整4夜5日，没有一滴水进喉，喉咙和肚子像被火烧干，人几次昏死过去，倒在滚烫的沙上，眼看就要咽气。靠着心里那一念信仰，他和那匹老马一次次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往前。到了夜里，沙漠又是另一副模样。白天像火炉的大漠，入夜后骤然转寒。玄奘独自一人，在沙丘旁升起一小堆火，一抬头是整片璀璨到不真实的星空，银河像一条发光的大河横跨天顶，低低压在地平线上。一个渺小的人，一堆微弱的火，对着整个浩瀚的宇宙。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夜晚，那份非到不可的信念，一次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最后，凭着这股近乎不要命的意志，他奇迹般走出了漠河盐气，活了下来。穿过死亡的大漠，玄奘终于看到了生命的颜色，一片绿洲和一座立在荒漠中的城邦高昌国。你可以想象那种反差，在烧了人绝望的黄沙之后，突然出现一片浓绿的白杨树林，潺潺的水渠，佛塔和宫殿，城门口满是骆驼、商旅和飘扬的丝绸旗帜。这是一座信奉佛教的绿洲王国，是死亡之海中央一座给人活路的小岛。高昌的国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早就听说大唐来了一位了不起的高僧，欣喜若狂，用最高的礼遇把玄奘迎进王宫。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成了玄奘西行路上一段著名的插曲。这位国王太想把玄奘留下来了，他恳求玄奘留在高昌，做全国的精神导师，被婉拒之后，甚至以扣留相逼。玄奘的回应是以绝食明志，他连续几天滴水不进，静坐不语，用自己的生命表明求法的决心，谁也拦不住。国王被彻底震撼了，也被深深感动了。他终于明白，眼前这个人的意志比性命还要坚硬。于是他不再强留，反而与玄奘结拜为兄弟，倾尽全国之力，为他准备了丰厚的盘缠、马匹、随从，还写下24封国书，拜托沿途各国一路关照、放行。玄奘从一个偷渡出关，随时可能被抓的逃犯，因为这份意志与真诚，摇身变成了带着高昌王手书畅行西域的贵客。你看，最坚定的信念，往往不只是让自己活下去，他还会在路上为你赢得最意想不到的盟友。告别高昌，玄奘继续向西。
可思路从来不会让人喘口气，走出了沙漠的考验，紧接着就是雪山的酷寒。横在他面前的是一道叫灵山的天山雪岭。《大唐西域记》里，玄奘亲笔记下了这座雪山有多可怕。他写：山谷积雪，春夏何冻，山谷里的积雪终年不化，就算到了春天、夏天，照样冻得结结实实。他又写：暴风奋发，飞沙雨石，狂风骤然大作，卷起的沙石像下雨一样劈面砸来。在这样的绝境里翻山，是真正的九死一生，许多随行的人就永远倒在了那片冰雪里，再也没有能起来。玄奘自己也在这趟翻越中冻掉了好几名同伴，靠着惊人的毅力，才从雪线之上活着走了下来。而翻过了这道夺命的雪山，老天忽然回赠了他一幅震撼人心的美景，一座巨大的高山湖泊，玄奘叫它大清池，也就是今天的伊塞克湖。他这样记下它的浩瀚：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湖的周长有1000多里，东西狭长，南北略窄。四周是环抱的皑皑雪峰，倒映在深蓝幽静的湖面上，一动不动。刚刚还在和暴风雪搏命，转眼就站在这样一片圣洁而辽阔的天地之前，那种劫后余生的宁静与壮美，大概只有真正走过绝境的人才能体会。沿着大清池继续西行，再转向南，玄奘走进了一个对中原人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中亚。这里的城市、人种、语言、信仰和大唐截然不同，处处是浓浓的异域风情。他来到了当时中亚最繁华的商业大城萨莫剑，也就是今天的撒马尔罕。圆顶的建筑、高耸的土塔、拱形的城门，街市上挤满了高鼻深目的胡商、骆驼和五颜六色的绸缎。玄奘记下这座城的富庶，一方宝货，多据此国四面八方异域的奇珍异宝，全都汇聚到这个国家来交易。这是一座建立在丝路黄金通道上的财富之城。再往南走，玄奘看到了一个毕生难忘的奇观——巴米扬大佛。在一面高耸的红色砂岩峭壁上，竟凿出2尊顶天立地的巨大佛像，高达几10公尺，比脚下朝拜的人高出许多倍。佛身还留着斑驳的彩绘金箔，整片崖壁密密麻麻凿满了修行的石窟。那是一整个信仰用石头垒起的奇迹。可惜的是，这2尊被玄奘亲眼记录、屹立1000多年的大佛，在公元2001年被炸毁了。如今我们还能知道他们当年的庄严，靠的正是玄奘这本书的记载。离开巴米扬，前方又是一道天险，绵延的大雪山，也就是今天的新都库什山脉。雪白的峰峦刺破云层，一条细得像线的小路在万仞高山之间蜿蜒。玄奘和小小的驼队就像几粒微尘，缓缓穿行在这片冷峻而壮丽的群山里。一座又一座的雪山，一片又一片的大漠，玄奘就这样用双脚一步一步丈量完了大半个亚洲。翻过最后的群山，玄奘终于踏上了他魂牵梦萦的土地——天竺，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关于这片土地的名字，玄奘还特地考证了一番。他在书里写：降服天竺之称，意义纠纷，就云深毒，或因咸豆，今从正音，以云印度。他说，这个地方过去中原人叫法很乱，有人叫它深毒，有人叫它咸豆，众说纷纭。如今依照正确的读音，应该叫它印度。我们今天印度这个译名，正是从玄奘这里第一次被正式确定下来的。而玄奘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是一座寺院——那烂陀寺。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庙，它是当时全印度乃至整个佛教世界的最高学府，相当于1400年前的世界第一名校。玄奘记下它的盛况：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寺里常住的僧人有好几千，个个都是才华横溢、学问高深之辈。玄奘在这里拜当时最德高望重的高僧为师，一待就是好几年，废寝忘食地钻研最艰深的佛理，最后成为那烂陀寺里最顶尖的学者之一，名正无印。一个偷渡出关的大唐和尚，硬是凭真本事站上了那个时代佛学的最高峰。在印度的这些年，玄奘也一一巡礼了佛陀当年走过的圣地。他走到佛陀证悟的菩提树下，
静静地顶礼膜拜。他站在宽阔的恒河岸边，看晨曦洒满这条被无数人奉为神圣的大河，河面上雾气氤氲，朝圣的人在水边点起小小的灯。走过千山万水，九死一生，终于亲身站在了信仰的源头，那一刻的心情，恐怕不是任何言语能够形容的。在印度游学巡礼了10几年，玄奘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舍的决定，是时候该回家了。他要把这些年来辛苦求得的东西带回大唐。那是什么？是满满600多部佛经的原点，是无数的佛像和舍利。传说中那匹白马驮经的画面，此刻成了真。一匹白马，背上驮着沉甸甸、用心打包好的贝叶经卷，旁边的玄奘牵着它，调转方向，朝着东方，朝着家的方向，踏上了同样漫长艰险的归途。来时他孑然一身，什么都没有；归去，他带着的是足以改变整个东方佛教的一座知识宝库。西元645年，离开大唐整整17年之后，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而长安城用最盛大的方式迎接了这位归来的传奇。史书记载，那一天几乎是万人空巷，整座城的百姓涌上街头，从城门一直排到寺院，争相一睹这位独自西行又满载而归的圣僧。彩旗、香花铺满长街，那匹驮着真经的白马，在欢呼的人海中被缓缓牵过城门。17年前，他像个逃犯一样，独自一人悄无声息地溜出这座城。17年后，他带着600多部真经，在整座城的欢呼里，光荣地回来了。故事到这里，其实才讲完了一半。因为对玄奘来说，取回经书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更漫长工作的开始。回到长安后，玄奘婉拒了皇帝请他还俗、入朝为官的盛情，一头扎进译经的事业。为了妥善保存带回的经卷，他奏请修建了一座塔，这就是至今还矗立在西安的大雁塔。在大雁塔下的一场里，玄奘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近20年，他把整个下半生都耗在一盏油灯前，一个字一个字，把600多部梵文经典译成严谨的汉文，总共1300多卷，几乎把自己的命都燃进了这些经卷里，直到最后一刻。你回头看玄奘的一生，会发现他就是2个字：信念。一个人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遥不可及的目标，可以偷渡出关，可以打翻救命的水也绝不回头，可以在断水濒死时说出宁可就息而死，可以翻过夺命的雪山，走过上百个国家，花掉整整17年，再用剩下的半辈子去完成它。支撑他走完这一切的，不是神通，不是运气，而是一个普通人把一个信念坚持到底所能爆发出的近乎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未必要去穿越什么沙漠雪山，但玄奘的故事在提醒我们，当你真正认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路上一定会有让你想掉头的水囊翻覆，一定会有让你想放弃的漠河盐气。能不能在那一刻对自己说一句宁可就息而死，岂归东而生，咬着牙不回头的走下去，这往往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和一个能把事情走到底的人之间真正的差别。好，20分钟到了。今天我们跟着《大唐西域记》重走了一遍玄奘的万里孤征，从长安偷渡出关、玉门关出塞，到断水濒死却誓死西行的漠河盐气，到高昌的结义、灵山的雪岭、大清池的壮美，再到撒马尔罕的胡风、巴米扬的大佛、那烂陀的求学、恒汉与菩提圣地的巡礼，最后满载600多部真经，在万人空巷的欢呼里荣归长安，在大雁塔下把一生的所得译成留给后世的遗产。一个和尚独自走了17年，去取一本书，再用半生把它翻译出来。这趟旅程的分量，1400年后的今天依然压得人心头发烫。他告诉我们，真正能走得远的，从来不是最聪明、最幸运的人，而是那个认定了方向就再也不肯回头的人。如果今天这趟玄奘之旅让你有收获，记得订阅这个频道，我每周都会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下一集，我们要从这位西行的圣僧走向另一位用双脚丈量山河的奇人，读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看一个人如何用30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名山大川。
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玄奘的故事里最打动你的是哪一个瞬间？是他打翻了救命的水，却依然回头向西？是他在高昌绝世明智，还是他在大雁塔下把后半生都燃尽了那一盏易经的油灯？我们下集见。